OK， 所以这应该就是最终版的 iPhone 14咯。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我消失了几天，对我知道很多观众在私讯我，关于最近几天 iPhone 14发表出来的很多，不管是最终版的设计啊，还有一些新的消息，那我们今天就来一并带过哈。那其实前几天呢，因为我本人也正在隔离，那现在终于解隔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新闻。那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OK， 好，那我们就先来讲啊，就是关于 Google Pixel 啊、Google 这些新产品的这些消息。因为其实呢，前阵子 Google 的发表会上面发表了很多新的产品，可是很多人问我关于不管是 Google Pixel 6A 啊，或是 Google Pixel 7，那甚至是 Google Pixel 的手表到底什么时候推出？那其实它都有大概不一样的时程。那以目前我们知道的呢， Google Pixel 6A 的话，他们是说在暑假的时候，那据我所知是大约7月左右的这个时程会推出。那以 Google Pixel 6A 来讲，我个人觉得算是以它的价格定位非常有吸引力的一只手机嘛。它可能拥有一个非常接近先前旗舰版的一些配备在里面，可能不管是里面的处理器啊，或它的主要的镜头等等。然后呢，在一些大家可能比较不在意的地方，像是萤幕更新率啊，或是更多颗的镜头这些部分做一些修剪，然后让它的价格成本降得比较低。所以我知道我身边有蛮多人其实都是锁定 A 系列的手机来购买，所以对非常爱拍照的人来讲啊，或者你可能想要尝试 Google Pixel 系统的这个影像处理能力的人呢，我觉得 A 系列都是一个蛮值得入手的一个方式。那再来呢，很多人问 Google Pixel 7，那其实照先前的往例都大约可能在9月、10月，如果你是很期待新的那一代的话，你就大概需要等到那个时候。那手表据我所知也是大约会在那个时程，只是还没有非常确定。那我个人而言也是非常期待 Google Pixel 这次推出的手表，因为我觉得印象中是 Google 第一次推出自己的手表嘛。那我先前讲过，我很喜欢圆形的这个表面的设计，然后再搭配他们现在新的手表的界面，然后加上我很想就是玩玩看它那个表带扣上去的这种感觉跟这些差异，期待会不会有很多第三方的表带的厂商会推出一些不一样表带的设计。那同时间我们也可以慢慢看到 Google 也是正在建构一个自己的生态系统。那你使用 Android 的，你有手机，然后你有平板，你有手表，那同时也有耳机，那可能还可以连接 Chromebook。所以除了先前我们对 Google 了解，觉得说它的生态系都是在网络上面的这些服务性质的产品来讲，他们现在也慢慢转移到硬体设备上面，去建构一个更完整的生态系统。那整体整合起来使用感觉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就要到时候来测试看看。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 iPhone 14。那 John Prosser 他前几天的影片呢，基本上就是把他现在知道应该是最终版 iPhone 14的设计全部做成 3D 模拟图，而且是非常精细、非常漂亮的图片，然后可以让我们大家先有一个大概的体验，说看到真的 iPhone 14发表这时候会是什么感觉。那看起来呢，好像如果萤幕没有打开的时候，也看不出来跟现在 iPhone 13的差距在哪里。那其实里面大概有几个重点啦，我们要看的就是它背后相机的地方。那先前我们很期待说它的背后相机的设计会是切屏背板的设计那这个其实我们在几个月前就知道不太可能成型，因为我们有看到它的 3D 工程图啊，还有一些模具出来后，他们都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那我先前的分析也是一样嘛，以苹果现今进步的速度，然后加上他们所想要使用的相机模组来讲，我个人觉得在维持现在手机厚度的情况下，然后要有更好的相机，后面要切屏，以目前来讲其实是不太可能。那更尤其我们就知道今年的这个背后的主镜头会有一次真的非常大的升级，那就是在它画素上面会第一次使用一个4800万画素的感光元件。那我这边讲的是感光元件，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它使用4800万画素的感光元件，不一定就是可以保证我们到时候得到的这张照片会真的是4800万画素。那这个就是看苹果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他们希望就是简单这个照片看起来的画质更好而已，还是说它真的会有更高的解析度让别人使用？那我觉得以现在一般人使用相机啊、使用照片的方式，大部分都是传上网去分享的情况下，那或许如果你真的不是很专业，要去做一些裁切啊、做一些后置什么等等，真的可能也不需要4800万画素的一张照片档案。那这种情况下呢，用4800万画素感光元件所去拍摄出来的照片，虽然最后得到的照片可能会是1200万画素，可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在它细节的地方看到非常多的提升。那我个人觉得这个会比较像是苹果会走的方向，跟他们习惯的方式。那顶多就是可能会有一个专业的模式，像现在的 Apple Pro RAW 这样，可能会真的有产生出一个4800万画素的照片档案。但我觉得一般人可能很少会去使用到那个部分啦。那另外重点就是我们看到前面的地方，那我们虽然都知道今年可能会是这个药丸啊、惊叹号式的大孔，可是呢，现在又有另外一个消息传出来后说，
其实改变成这样的打孔，还有另外一个隐藏的亮点在里面，就是它前置镜头的地方可能会改成一个新的造价3倍高的一颗前置镜头，那终于可以加入一些自动对焦的功能啊，不会像现在的前置镜头，那就因为这一颗镜头它的造价跟先前前置镜头比起来会高了3倍，所以这去对应到我们先前讲到说，今年的 iPhone 的 Pro 系列整体价格可能会向上涨。那这样讲起来，其实就蛮有它的道理在了。但如果你要买的是14一般系列的人呢，据现在所知，现在这个新的镜头应该是只会放在 Pro 的机种上面。那我觉得听到这个消息，或许相对来讲反而是有点安慰啦。如果说先前据我们了解，只是前面变成这个打孔型的刘海，就因为这样要加100块的话，可能很多人就不太能接受。但是如果它因为改变这个结构，而真的有在它里面的组件，那像是我们平常会非常常用啊，不管是视讯啊或拍照或录影用的前置镜头上面，真的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话，那我觉得至少说这个100块钱可能大家会付的比较心甘情愿一点。那另外一个重点呢 ，John Prosser 在影片里面没有讲到，那这个也是我先前影片有提到，我们在开箱那个萤幕保护贴的时候，就是说有2个讲法嘛，有人说这次的 Pro 系列的萤幕整体稍微大了一点。那第一个讲法是说，萤幕稍微变长，因为你如果去算它现在萤幕打孔的距离，然后去对比它现在现有刘海的距离的话，它上面的空间会再大一点。那他们用这样去比对 3D 图的结果是说，它的 Pro 系列整体的手机会稍微长一点点。可是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其他更有力的证据。那第二个讲法就是说，因为它的边框变窄，所以整体的萤幕稍微大了0.1寸。那 John Prosser 他其实在 Twitter 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说萤幕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可是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影片里面没有提到，或者说提出一些更有力的证据。那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就算是会高一点的话，我可能会担心，就是说体积整体的增加，重量会增加多少？那这个部分呢，就像我们先前有很多年一直提到，就是说苹果现在在尝试使用的这个边框的材质是钛合金。那钛合金跟不锈钢它的重量是有一点些微的差距啊。那我觉得如果这样相对来讲，除了说它的坚固性之外，那重量上面又能去因为它的会加高一点的情况下，这样去弥补回来的话，那或许就有点道理。可是我觉得不管是不是会高这么一点点，应该对一般本来就要买 Pro 的人来讲是没有任何差别的。那我个人会觉得可能性比较小的原因，是因为其实现在 iPhone 整体产品线上面，他们萤幕比例就是分2种嘛，一种就是像旧款 SE 啊，或是 iPhone 7啊、8那种旧型的设计的这种比例。那第二个就是改版到 iPhone 10代之后这种长形萤幕的比例。那如果现在因为这个刘海设计的更改，他们单独把一个世代14世代上面 Pro 系列的萤幕加长，那这样就等于多了第3个萤幕比例出来。那我个人觉得，第一有没有必要？那第二感觉起来这不太像是苹果会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目前的看法。那如果有更多关于这个萤幕是不是有变长的更新啊，有出来有更多有力的证据去支持这个论点的话，我会再回来跟大家分享。好，那最后呢，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因为现在这个最终版的模拟图都已经出来了，那我觉得虽然说看到这个紫色，觉得说蛮漂亮、蛮特别，是一个新的颜色啊，然后真的看到说一个动画的感觉，看起来好像真的是一个苹果发表的影片，看到这个手机配上这个打孔的萤幕打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可是呢，到头来还是会去想说，这个整体好像还是没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当然也不是说失望或什么啦，只是就是说我们其实先前也都知道，只是现在真的看到已经越来越接近发表的时间，又看到可能确定真是这个样子，我就觉得有点那我想知道你们大家怎么想，就是你们看到这个应该会是最终版的设计的 iPhone 14 Pro 或14 Pro Max， 你们有什么想法？你们觉得这样感觉起来经验感够吗？还是说没差了，反正也是时候换手机了，苹果可能也不是很在意每一年给你多少经验感，只要它手机好用就好。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咯。 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喜欢的话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我是苹果店，我们下次片见咯，拜。